在前几日，男演员邓为在片场抠鼻孔的视频曝光，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。曝光的视频中，邓为穿黑色古装，半竖起长发，造型十分精致。只见他用小拇指挖鼻孔，挖完还看了下手指，十分认真。据悉，邓为在大热剧《长相思》中扮演男狐狸涂山璟，温柔痴情的形象吸粉无数。如今，邓为在片场抠鼻孔的画面曝光，不少网友直呼恶心，反差太大，也有粉丝力挺。明星也是人，拿着放大镜去黑他不累吗？确实，正常人都会挖鼻孔吧？谁能想到代拍这么肆无忌惮，无时无刻不盯着别人的一举一动？今天邓为又因为在片场抽烟上了热搜，看这拍摄角度，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。邓为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吧？这些小事都能被当成黑料上热搜，莫非是什么富婆想潜规则被拒绝了，然后就买热搜想搞垮邓为？讲真的，这些代拍狗仔傻的真是恶心，骚扰别人的生活。明星像是身上装了监控一样，一举一动都逃不开这些人的眼睛。所以说，当明星还得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动不动就要受到网友的攻击。而除了这些，邓为在片场让别人搀扶也被骂上热搜。试想，有哪一个正常人蹲坐下会站不起来，还需要别人搀扶才能站起身来？难道这个人是架子大，在耍大牌？审拔之下，才发现原来竟然是因为邓为有不为人知的隐疾。奈他三番四次，宁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做的究竟是何事？有人说，看邓为走路就像是在抽盲盒，有时候健步如飞，行之迅猛的是他，有时候一深一浅，步履艰难的也是他。到底有什么事值得他一而再再而三，罔顾性命也要做？自从上次邓为在仙台有术的开机仪式上露面之后，最近的他好像深耕演戏，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内。看来娱乐圈真的太久没有他的消息，就连最近在片场吸烟都可以登上热搜。每天起早贪黑的邓为真的是全方位被监视紧盯，甚至连一点可以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看似很平常普通的一件事，到他这里仿佛就犯下了滔天大罪。但透过这些现象，他竟被人发现了，好像有什么隐疾，要不然怎么走起路来看起来腿好像使不上来劲？不仅坐下想站起来时需要旁边人来扶，有时候拼命挣扎着起身，却三番五次的起不来。不仅如此，网友更是从他每次下车时看出了端倪。不管何时，不论何地，亦或是坐在车的哪个位置，邓为下车必定是右脚先着地，左脚永远没有这个待遇。不仅如此，在他行走时，一条腿仿佛是永远用不上力气。这些隐疾究竟是何时得来，又时出为何呢？或许往前扒一扒他的经历，一切都有了答案。邓为1995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。这个高材生当年可是层层杀出重围的。据悉，当年报考673名考生，但中戏只招收25人，录取率仅为3.7%，而邓为是以第3名的成绩考入的。而他也用行动证明什么才叫高材生。在受伤之前，每次演出邓为都是站在 C 位。平常训练中，韧带拉伤对邓为来说家常便饭的事，长此以往，有时痛几天他忍忍就过去了，然后继续拉腿劈叉，没有一天耽误训练。可没想到，在一次训练中，他受了严重的腰腿伤，从此跳舞好像跟他就再没有关系。机缘巧合中，他陪同学去试戏，反而被导演相中。就这样，非专业出身的他推开了娱乐圈的大门。虽然从舞者转行为演员，但曾经留下的伤痛却并未消失，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他为何是不寻常的走路姿势，而被外界诟病的隐疾也是由此而来。或许对他来说，身体上可以接受，但心理上会更虐。如果不是别人主动提，他是绝对不会提及自己以前是舞蹈生这件事，哪怕是提了，也总是一带而过，并拒绝别人哪怕带着一丁点的同情。当陈都灵夸赞他不愧是舞蹈生，打戏从来都是行云流水，他也只是笑笑，不会流露出分毫的忧伤。面对举博期间的人身攻击，他也三缄其口，不曾为自己发声一句。可提起演戏，他却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当记者问到涂山璟这个角色最能吸引他的地方在哪，他回道：喜欢他的一种生活态度。涂山璟总是处于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的态度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内心不仅温柔且坚定。听到邓为对角色侃侃而谈，仿佛是讲3天3夜也不会疲倦。而为了演好角色，他也付出了很多。他愿意为了角色去剃光头发，他也是杨紫嘴里凌晨2点就起来化妆的人。看到被包成木乃伊的他，杨紫都下意识的心疼，还询问导演组为什么邓为木乃伊的戏份不能一天拍完。彼时横店的天气高达40度，而邓为却要浑身上下包成一个粽子。不仅如此，还要搞特效，脸上贴皮，直接持续1整天。5个小时的特效妆一动不能动，画好之后还要趴在草丛里忍受蚊虫叮咬，或者就是躺在可以煎蛋的地上，一拍就是好多天。
但邓为却没有任何的不愿，甚至为了镜头可以拼命。有一场悬崖采药的戏份，当日气温40多度，而悬崖上的地表温度则更高，就连悬崖上的工作人员都热得将上衣直接脱掉。然而邓为却穿着长长的戏服，一直挂在悬崖上上下下。为了到达理想的效果，他更是不顾一切。还未正式开拍时，他就在烫手的山石上来来回回走戏了很多遍。等到真正开拍时，才正式换上戏服，开始无怨无悔的爬悬崖。仅仅是为了几秒钟的镜头，他就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。原本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抠图、替身，亦或是棚内拍摄代替的，但傻傻的他却甘愿冒着被摔下的风险做好每一步。即使是拍戏拍到中暑，同事们都劝他去医院看看，晕倒头套都掉了，起来之后却依旧说我还能拍。最终他也只是选择短暂休息会，继续在拍戏，因为他喜欢演员这个角色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。为了这件他超爱的事情，不管付出什么都甘之如饴。而其实邓为也是出了名的潮男，网友都说他潮到风湿，可娱乐圈容不下太潮的人。做了演员后，他只能向下兼容，暂时封印了体内的潮男基因，但有时还是压制不住。然后被网友发现了一些他的小秘密。邓为上班的时候穿了一件破洞裤，这条裤子破得十分离谱，几乎半条腿都在外面露着。眼尖的网友觉得不对劲，拔出了裤子所属的品牌，直接找客服询问了这条同款裤子的情况。客服的回答直接暴露了邓为的秘密。客服说这条裤子上下2个洞是没有连在一起的，如果连在一起的话，应该是买主自己进行了 DIY 修改。得到了这个回答之后，大家纷纷调侃起了邓为的夜生活。别的明星晚上灯红酒绿，而邓为在拍完戏下班后回到家后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地磨裤子上的洞。邓为潮男绝对不会穿不潮的裤子，除了磨裤子，他晚上还有另一件事要做。邓为拍摄仙台有数的行程很紧张，有时候3、4点就要上班，而他上班时手上拿的一个东西让无数人发出疑问。大家发现他4点上班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拿着一杯咖啡，很多网友都很疑惑，什么咖啡店这么早就开门了？回答的人更有才，说不定是他自己在家磨的咖啡豆。我看那应该不是真咖啡，只是他这个潮男用来凹造型的道具。邓为如果看到了网友这么有才的猜测，肯定又会说出他的经典台词，我真的会谢。除了磨咖啡，邓为的皮带也有小秘密。在参加长相思庆功宴的时候，邓为的皮带引起了网友的关注，因为这个皮带他已经戴了很多年了。正在大家说他十分恋旧的时候，更大的瓜浮出水面。大家发现邓为还没有出道的时候，曾经发过一张照片，他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印着裁剪刻度的手工板，旁边还放着一个皮带的扣子，重点就出在这个扣子上，这个皮带扣竟然和他经常穿的皮带的扣子一模一样。网友难道说邓为的这条皮带是自己做的，而且还用了这么多年，这就是潮男的倔强吗？没有特别满意的皮带扣，就自己做一条皮带出来。网友怪不得邓为的手上有老茧，感情都是干手工活干的，内娱几乎没有这么又念旧又勤快的演员了吧。说到念旧，其实邓为最常佩戴的旧物并不是这条皮带，邓为经常戴一条银质麻花项链，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日常私服穿搭，这条项链几乎不离身。邓为对这条项链的喜爱程度让大家忍不住调侃，这条项链是不是救过邓为的命啊？其实他对邓为的意义非比寻常，据说这是邓为第一次赚钱时送给自己的礼物，对他来说是一个纪念和激励，也是督促他不要放弃努力和奋斗。又潮又念旧又努力的他，真的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如果你认为他是个正经帅哥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邓为有时真的综艺之神附体。很多人说邓为没有幽默细胞，上综艺的时候让人尬到脚趾抠地，其实不然，真正的邓为是个喜剧人，而且综艺之神总在不经意间眷顾他。邓为在拍摄新剧《仙台有术》时，有一场站在船上的戏份，一身侠客装扮，拿着佩刀的他十分帅气。谁知下一秒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出其不意。他原本十分认真的将剑放入了剑鞘，但是因为要做别的事，就没有将剑拿好，剑从剑鞘流出来，掉进了河里。邓为慌乱的从河里把剑捞了上来。网友从来没想到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的事，还好剑没有沉底或飘走，不然他是不是要上演一出刻舟求剑？不仅邓为自己搞笑，搞笑也追着他。在长相思的庆功会上，邓为作为主演之一跟着大家走上台，因为走在前面的杨紫穿着高跟鞋，所以有一名女工作人员负责搀扶她。本来是很常见的一个场景，没想到在这儿上演了一出偶像剧。女工作人员扶着杨紫到指定站位后，就赶紧转身往台下走。可能是因为太过慌乱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和邓为的身高差太多，一时间没有看到他，
竟然直直的撞上了邓为的胸膛。这个画面简直和偶像剧中的情节一模一样。毛毛躁躁的女主角不小心撞进了男主角的怀抱，而两人撞上的时候表情都十分搞笑，网友忍不住给他们配上了心理活动。工作人员什么挡住了我的去路？邓为是想测试一下我有没有腹肌。邓为还擅长身体搞笑，有次拍戏间隙准备坐下休息，因为腿太长的缘故，直接一个后仰摔倒了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而且还经常满嘴跑火车，说蒙古包会迁移，在内蒙每家都有3个水管，分别是牛奶、酸奶和自来水，还说有种青蛙叫声是呆呆呆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喜剧人。很多人说邓为耍大牌，爱摆臭脸，但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、努力勤奋又可爱的人，怎么会如传闻中那么不堪呢？希望大家不要用恶意看待每一个人，相信这个大鹏总有扶摇直上9万里的那一日。